你好，我是阿力。在今天的视频里，我将会告诉你这2天有关狗狗币的几件大事，以及有关狗狗币的几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大 V 啊。那么这就关系着狗狗币未来到底能走多高。我上次节目对亚马逊 CEO 贝索斯关于狗狗币支付的问题展开了一些探索。那么大家的留言呢，让我觉得我可能预估错了，亚马逊暂时不会开放对狗狗币的这个支付的这个手段，因为比特币都没有放开。如果说亚马逊已经支持比特币支付了，那么狗狗币才会有希望啊！我认为大家的这个评论呢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呢没有关系，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几个人这几件事情啊，每个人的影响力啊都超过贝索斯。那么这里呢不是指他们的身价，而是指他们在社交媒体的影响力。那么这些人呢正在或者是即将全力支持狗狗币，将会对狗狗币的后市带来巨大的影响。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是专注于赚钱和移民，希望你能够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我下次更新视频的时候呢，你就不会错过了。好，首先我们来讲第一个人，当然就是 Elon Musk。那么这位爷呢，昨晚上这个推特上发了这么一句话，他说 The Doge Father SNL May 8。我们上次节目也讲过了，马斯克将于5月8号这个 Saturday Night Live 节目当主持人啊。我说他脑海里闪现的第一个内容一定是狗狗币，很多朋友还不信啊，留言区也跟我说了，说怎么可能是狗狗币呢？那么大家看看这个推文的截图啊，那么我都觉得这整个节目都有可能变成狗狗币的这个专栏的节目，可能在5月8号之前，狗狗币还无法占得上$1啊，我是说可能，但是呢，我相信马斯克这档节目讲完狗狗币之后，很快狗狗币就会突破$1。那么为什么我会这么有信心呢？那么大家看看昨天晚上狗狗币的走势和今天的这个走势，你就明白了。马斯克昨天晚上只是说了一句话，只是把自己尊称为这个狗狗币的教父，然后狗狗币就起飞了，像变魔术一样。那么我们看看这条推文目前的转发和点赞量到底有多少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图，是6万多的转推，8000多引用，35万点赞量啊，这是多么的有人气啊！那么马斯克在美国西部时间11点20分发推文，那么狗狗币是昨天晚上11点21分开始起飞，这就跟商量好的一样，非常非常的同步。那么我们今天并不是来讨论马斯克跟狗狗币背后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关系，我们只是说这个马斯克他真的是对狗狗币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力。那么我们就接着说这个后市的涨势啊，所以说还要看马斯克这个推文，大家可以密切关注他的推特，我已经观察了好几次了，好久了啊，只要他发有关狗狗币的这个推文，狗狗币就会有一波拉升。但是呢，你也不能因此就得出一个结论说，如果说他不发狗狗币的内容了，那么狗狗币是不是就不涨了？那么这只是一个必要不充分的条件，很多时候狗狗币的拉升啊，也跟马斯克没有什么关系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今天的第2位的大佬，叫 Mark Cuban。那么这个人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因为我不喜欢看体育方面的内容啊，但是我相信朋友们看 NBA 的朋友们一定非常熟悉，他是达拉斯小牛队的老板。那么他在昨天的一档节目叫 The Ellen Show 上接受采访，我全部的内容都看了，10分钟的采访有2分多啊，2分半在聊狗狗币。那么他大致呢面向所有的观众，他科普了一下狗狗币的来历啊，我相信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但是他说了几句话，大家一定要密切的注意。他说他跟他的儿子一起买了狗狗币，那么这跟伊隆马斯克是一样的啊。马斯克说狗狗币是留给他儿子的，如果说这2个亿万富豪都给自己的儿子买了狗狗币，那么这说明他们对狗狗币的这个未来啊看的是更远，说明至少未来20年都是有市场的。那么你看到这里，是不是也要考虑给自己的子女买一些狗狗币存着呢？等他们18岁的时候，突然给他们一个意外，比如说每个人给他们个几千个上万个狗狗币，放在这个钱包里面，到时候18岁的时候给他，如果到时候狗狗币真的是很高的价位的话，那么是一笔很大的一个财富。然后这个 Mark Cuban 呢还提到了狗狗币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投资，但是呢它肯定是比买彩票要好。那么你买彩票呢大部分时间是没有收益的，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对吧？但是狗狗币的收益可能会很大。那么在这里我提醒大家一个操作思路，就是要定投。你可以设定为每天定投，也可以每周或者是每个月定投都可以啊，就是拿出来你买彩票或者是说喝咖啡喝奶茶的钱去定投，尤其是喝奶茶，奶茶容易长胖啊。那么这个钱呢
就当你没有喝这个奶茶，没有喝咖啡，或者是说买了彩票没有中，这个钱就没了，你就当成这个钱是你自己消费掉了，那么对你的日常生活呢是没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如果说你定投了1年之后，狗狗币突然翻了好几倍的话，那么你的钱投的里面的钱也跟着翻倍了。那么好，我们接着来说第3位大佬，叫 MrBeast。我相信很多朋友肯定对他不是特别的熟悉啊。那么他是第1位通过 YouTube 成为亿万富豪的人。那么这位也可以说是 YouTube 的 No.1 啊。至少呢，他说他排第2，没有人敢排第1。那么他每个月的收入都是数百万美金啊，就是只是依靠 YouTube 的广告收入啊，就是数百万美金。那么大家可以去他的频道去看看，每期视频都是几千万的播放啊，非常的有影响力。而且呢，他的视频的风格就是非常吸引你眼球的那种风格。比如说啊，他把5个超市所有的商品都买光光，然后呢捐给慈善机构。再比如呢，他把收容所里面这个所有的狗都领养了。再比如说，他把二手店这个停车场所有的车买光，然后呢谁过来买车啊，就把这个车送给他，然后说或者是说买几个房子啊，有路人来了就把房子给他了。他做这么多的视频啊，其实他还是有一个主线的就是说做慈善。那么我们说了 MrBeast 这么多，那么他到底跟狗狗币有没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是有关系的。首先 MrBeast 曾经做视频说他投资了比特币，他还说要把20个比特币送往月球啊，这是他亲自说过的。那么前几天有人发现 MrBeast 在推特上他关注了 Slim Jim， 我们有一期节目讲过 Slim Jim 是一个接受狗狗币交易的平台，然后呢 Slim Jim 的推特呢也是每天在为狗狗币助威呐喊的一个主力之一。那么然后大家又发现很多人在喊单狗狗币的时候全部都艾特了 MrBeast，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那么我相信 MrBeast 自己一定知道这个狗狗币啊，而且他也知道这个狗狗币有巨大的这个流量的属性。我们前面也说了马斯克和库班，那么难道这2个人只是单纯的为了帮助狗狗币而喊单吗？难道他们说就是没有说带着一个双赢的出发点吗？就是说我喊单狗狗币，我也是为了吸引流量，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因为狗狗币它自身就带了很大的一个流量的属性所以说我相信他们一定也是有这么想法的啊。那么你只要一想狗狗币的这个受众群体，你可能就明白了，对吧？得屌丝者得天下。那么大佬们呢，比我们更加明白清楚这一点。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今天我在看英文的 YouTube 的博主讲狗狗币的，他们都预测了，就是非常异口同声在预测，说 MrBeast 很快会出一期节目比如说他做这个很夸张的这种标题，他说我买了100万美金的狗狗币，我要全部把它送给粉丝这样子的非常吸引眼球的题目。那么只要他这么做了那么就会给狗狗币带来巨大的这个关注度。那么我们上面所说的这几个人他都是美国的，对吧？那么我们华人里面有没有比较大知名度的大佬正在关注狗狗币嘛？那么我今天就告诉你，还是真是有的那么这个人呢就是雪蛮子上一期节目我在今日头条也同步更新了那个视频，对吧？那么雪蛮子在今日头条上关注了我非常的惊喜。那么目前呢没有任何消息透露出来这位天使投资人跟狗狗币有任何的关系，但是至少呢我觉得呢他正在了解狗狗币，他想去了解这个事情。那么至于未来会不会进场，会不会像 Elon Musk 或者是Mark Cuban 一样去宣传狗狗币呢？那么只有他老人家自己知道那么我们在华人群体里面还有一些名气不大，但是在币圈非常有影响力的人，比如说宝二爷。那么我今天就听了宝二爷关于这个，如果说时光倒回到2017年，你会不会卖房卖车梭哈比特币这个视频，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大家可以去听一听。那么其实呢，我觉得上面所讲的这些人他们都让我想起来一部电影叫《阿甘正传》那么大家还记得这个在奔跑中的这个阿甘吗？他跑着就发现跟他一起跑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大家呢被他的精神所鼓舞了。那么我相信推介狗狗币的大 V 们也具备这个鼓舞人心的特质，那么他们在前面跑着
我们大家在后面跟着，千百年来总是有这么一个规律，人们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那么到最后发现利益和资源都被权贵们拿走了，但是狗狗币所带给你的新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新世界，你是真正的主人，你的利益和资源没有人可以偷得走。好，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欢迎您点击订阅并点赞转发，让我们共同进步，一起发财。Peace。